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没睡醒的人，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今天茶叔非常兴奋，每天都很兴奋，每次都很兴奋。其实我都每天很兴奋。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这个每次都看这两个大叔看的都烦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美女老师，那这位老师很特别，在这个汉语教学的经验很丰富。不过在请这位老师自我介绍前，我要先问Ben叔，你为什么会邀请这位老师呢？你每次都这个套路都有了，每次请嘉宾第一个问题都会问我，让你说说话。就我知道安妮老师是因为这个大龙啊，又是因为大龙这个又是大龙粉丝大龙，对，我们就大龙两个人对共同的朋友，我们共同的学生是的。然后大龙说你一定要采访安妮老师，因为我们这个在课上聊天聊得特别好，然后说安妮老师有很多故事，然后他一定要邀请她来，所以因为大龙我就知道安妮老师，然后我又看到她的视频，看了视频之后就更觉得一定要邀请过来，觉得真的是很有经验，然后自己是自媒体内容做得特别棒的一个老师，所以当安妮老师现在来了，原来是大龙，我也跟你们有一样的手势，对不对？对，来，安妮老师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握手，零握手。对，大家好，我是安妮洛维加，然后我有一个频道，也是在 YouTube 的频道，叫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对，就是对，也是做对外汉语好多年了。然后，但是做这个视频自媒体的话，应该不到两年的时间。对，所以就是我感觉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挺难的。然后就是怎么样拍视频呀，或者怎么样想表达自己的教学的内容啊，我觉得挺难的。但是现在就是慢慢的，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然后也认识更多的老师，所以现在感觉还是挺兴奋的，就是真的是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教学呀，或者是我们一起做这种中文教学方面的这个视频，就觉得哎呀，终于有人能够沟通或有同感的这样的感觉。对，没错，吾道不孤也啊，对，等一下，对，有不再孤独了，真的是，对。好，那安妮老师想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哦，这个茶叔一眼就看到这个安妮老师的房间非常的典雅，不像我们的房间哦，很乱。还有茶叔，你后面怎么多了一个？这个是老人家座椅的东西，腰不太好，所以一定要靠这个东西。我也有，没有，我也有在下边坐着。吾道不孤也啊，原来大家都有腰的问题啊，那我就放心多了啊。好，赶快把话题抓回来。好，那我想问一下安妮老师，那在这个进入自媒体的领域前，你的本来的职业就是一个汉语老师，还是你是转行来的，还是怎么样的？想了解一下你之前的背景。对，好的。其实如果严格的来讲的话，其实我做对外汉语应该已经有我估计应该有16、17年了。哇，对，我真的是从大学毕业。做了2、3个兼职的工作，就是做一些这个在公司的这种什么助理啊、前台啊，或者是翻译啊，做这种项目。但是就最早开始真正的这种意义上的工作的话，就是当对外汉语老师。是哪一年开始？就终于碰到一个嘉宾，你俩 PK 一下，看谁早是吗？看谁早是吗？就终于碰到一个嘉宾，就是感觉。跟我开始的时间差不多，差不多。我具体什么时间我记不清，反正是在08年奥运会之前。哇，那比你还老长我是2011年开始。叫学姐，叫前辈，学姐。我肯定是因为奥运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做一些项目都是我的学生，我已经教了好长时间了，给我介绍的，所以我敢确定的是，08年以前我就开始当汉语老师了。那确实很久了。对。然后我是主要
肯定问年龄不礼貌，但是我看安妮老师，我觉得是比我小的，所以我很吃惊，就是对啊，教龄比我时间还长。对，最开始当老师的时候都要骗人，因为说实话，长得太小的话，当老师没有什么优势的，对吗？对，一直都很多年，10年都在骗人，说我的年龄是很大的，这样的确实是，对。好，那我想问一下安妮老师，就是你开始教这个中文这么多年了啊，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你发现现在学生学中文最常遇到的问题会是什么？比如说你教这么多学生，你觉得他们普遍性的问题会是什么？OK， 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这个很多的人他自己有这个发音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这个发音的问题就会影响他的这个自信心。自信啊，对，这个是一个，对，然后他也会有这种挫败感，就是比如像这2天我有一个学生，他住在北京，其实我很少有学生住在北京的，然后呢，他经常跟我说一个问题，就是他家的地址。然后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住在哪儿，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对，这个是一个。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人他学了好长时间，然后呢，但是他发现，就是学的东西挺多的，学的时间也挺长的，然后呢，他发现，哎，他表达还是不行，就是简单的东西，能正常的日常的生活应该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明显啊，但是如果他想表达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观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中高级的水平的话，这个情况会比较明显，因为初级的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但是中高级确实是，特别是中级的，你让他看一个比较难一点的文章，他能看懂，但是你再问他的话，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不出来。就比如最简单的，你给他一个4级的文章，他说就是一个2级或3级的那种水平的感觉，对，就是这样的。对，所以他的感觉是，我学这么难的东西，但是我说不出来，他也会有这种没有成就感吧？我觉得，对，这2个问题，这个我倒觉得这个安妮老师说的真的是，因为我有很多学生，因为我有时候上小班课嘛。我会叫某个学生来念一篇文章吧，结果他会说：“老师，我声调不好，我换下一位同学好了。”他就会先自我否定，然后甚至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声调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声调的确是影响学生自信心一个很大的部分哦。对，所以这个挺严重的，这个让大家不太愿意去说了。对，对。安妮老师是北京人，肯定普通话肯定是我们这里肯定是最好的。那就是你是一般情况下遇到学生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怎么去帮助他？对呀，北京话不是普通，为什么是最好的？对呀，因为上次我们不是请一豪吗？一豪，对，不是，我是说，但是安妮老师确实纠正这个普通话特别好，对，就是安妮老师是北京人呢。但是北京口音不明显，我觉得不太明显是吗？对，我真的感觉我觉得很明显呢。你们北方人可能听不出来，我们南方人一听就这就北京人。我们南方人是很敏感的，对。是这个。安妮老师回到灿叔的问题，就是我们做汉语老师的，那以你为例，你会怎么样用具体的方法来改变这个问题，改善这个问题？发音的问题。我本身的我自己的学生啊，就是我自己本身特别愿意教初级学生。对，就是我不知道别的老师他有没有这种感觉，可能就是你教了时间长的吧，就是你会觉得，哎，我中高级的其实上课是很有意思的，对吗？对，但是呢，我是感觉初级的学生会让老师更有成就感，所以呢，就是我在我自己的课上，这个初级学生的话，我会大量的去做很多的这个语音的训练。
就是在上课之前一般有一些这个热身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一般热身的时间的话，我不教汉字，那我就肯定会练语音，然后就是每次都是去读，就是让它变成一种就是习惯，不会说这个语音有多难，那他就1次2次他会觉得难，那你让他读个10遍20遍的，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就读就完了，没有什么难不难的这样的感觉，就是让他从这个心态上觉得这个事儿不要特别难就行了。对，就是可能让学生形成一个肌肉上的记忆，对不对？其实就是肌肉记忆，对，自然而然就把那个词说出来了。那这是上课的部分呢，你有没有给他们专门布置一些作业，让他们去练这方面的？我觉得如果要是有的人呢，他自己对这个语音他会非常的注意的话，那我可能会给他一些建议。对，就是今天我们谈的不也是这个自学的这个方法？那从语音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本身也是就是学一些语言，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的学习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模仿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对，就是模仿这个语音。比如像有的人他其实挺喜欢这个，比如像北京的口音，比如像他以后呢，他要来北京工作，那其实他比较喜欢这个北京的这个腔调，那其实都是可以模仿的，只不过你要大量的去训练自己，然后让你自己有这个肌肉记忆。那我们身体其实做运动的时候，身体都是有肌肉记忆的。然后呢，现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这个口腔它也是有这个肌肉记忆的，是完全可以改正的。比如像这个南北方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我觉得是那个支吃诗和滋呲丝的这个翘舌音啊，对，平舌翘舌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它就是等于找到这个位置，然后不断的去训练。那100遍不行，200遍不行，那就是更多，它就一定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情况。对所以你觉得这对于学生而言，一开始就是打下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发音的基础是更重要的，对不对？对，我的这个教学经验，我就是这样觉得，就是你这个语音吧，是第一步，而且你不能让它有负担，你让他去感觉这个语音就是一个正常的一部分。所以呢，你不能说1节课都是在训练这个语音，那你也不能说他说错了你就给他改，说错就给他改也不行。所以要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把握好。对，让他重复。对，就是你要给他改，但是呢，又不能去影响他的这个说的这个自信心，对吧？就是对。但是我是感觉，我上课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注意让学生每一次，特别是初级的学生，每一次都要让他有一些语音的训练。对，然后我觉得他慢慢的就变成习惯了，他不觉得这个语音是一个多难的一个事儿，这个挺重要的。对，没错。那这个安妮老师，我们现在就是回到自学的这个主题哦。我发现非常多的学生他会自学中文，那自学的方法五花八门哦。我最近在看一个学生的直播视频，这个学生叫 Bryce， 让他出名一下，是个法国人，他在自学中文。那他自学中文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他看大树中文的视频，他会一句一句听，然后不懂的词可能用软件看一下词的意思，他会这样一句一句的抠去了解。所以我觉得自学的方法有很多。那我想问一下安妮老师，以你教学的经验跟建议，你觉得学生应该要怎么自学中文，方法上会比较好，也不会有太多的学习压力或者是厌倦感？对，我觉得像这个 Bryce 这位同学，他的方法比如说很自律，他是一天3小时至少有时候8小时，我看他8小时，对，我早上起床看他在直播，在他说他一天学8小时。对，我觉得像大龙、像 Bryce 这样的学生，我觉得一定有。比如说是大树中文的粉丝，他们就是每天这样去抠我们的视频。对我在旁边偷窥的，我有时候去偷窥他们直播，偷窥的人来讲，我觉得好累哦。就是如果是我可能会有一些学习上的压力或崩溃的感觉。
那当然他们觉得中文很有趣，他们可以这样去学习。所以我想问的是，安妮老师有没有觉得对学生来讲，有没有什么自学的方法是很好的、很有意思的，或者可以建议他们的？好，我就是先想一下这2个学生，他们应该是有比较强的动力，对动力是吧？对，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说实话，大部分的人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应该没有那么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也觉得我也不行，我光看我都不行了，而且没有那么多时间啊，一般人哪来那么多时间？是，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个别的案例。我觉得如果要是从这个大部分的，就是普遍的情况的话，我的感觉就是你在学一个就是语言的话，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坚持。那就是我学西班牙语的话，我就放弃过2次。对，没有坚持，所以就是学了好多年，但是感觉这个很长时间都是一样的情况啊，都是一样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坚持并不代表你一定会进步，就是坚持只能是让你保持现在的水平或者不退步就已经很好了。对，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从我的这个学习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看或者学你感兴趣的东西，人一定会找到他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他喜欢运动，他喜欢文化，他喜欢做饭。对，我其实在做这个视频以前，我就问过。因为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那我也采访一下我的学生啊。其实我觉得，我做这个频道，就是我自己的这个频道之前，我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不太相信中文你自学可以学到多好，我没有这个概念。对，但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多吃惊啊！我自己的一些学生，他们的这个就是自学到中文的水平，就是我们当然听不懂这么难的东西了，就是1个小时跟我用中文聊天是正常的、简单的、基本的交流，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很厉害。我有一个学生，他真的是，他跟我见面之前，他从来没有跟中国人说过任何一句话。然后我说这个绝对不可能，我不相信。他说这个你是我第一个说中文的人。对，我跟他说了1个小时，我才知道他。然后我说那你是第一个，对，是的。然后呢，就是应该水平的话，应该是属于不能说中级吧，初中级，但是正常的交流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是的，就是自学的时间的话，我觉得不能应该说多少年，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问我，他说我学多少年我能有力对，我能达到这个中级的水平或者是什么什么水平。我说那这个真不能按年算，这个真的要按小时来算。那我估计他应该是也是自学的，学了几百个小时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做了这个频道之后，我才发现真的有很多的人他自学就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中级的水平，应该是可以的。对。哇，所以挺让我吃惊的。对，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有很多学生，他真的学了7年8年，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跟母语者交流，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很多。所以真的不能用学习的时间长度来去评判他的中文水平，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方法，还有刚刚安妮老师说的兴趣很重要。对，那你刚才那个学生他究竟是怎么样学到这个水平的呢？你问过他吗？我问他，对，就是他也是，比如像这个汉字呢，汉字的话，他会用一些这个卡片呀什么的，词卡，词卡，对，然后像 Pleco 啊、Anki 啊，他们就是，对，就是比较普通的。我觉得这个工具的话，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话，他自己愿意去，比如他自己，今天学到一些词，然后呢去
怎么样去复习，然后呢不断的去重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对兴趣，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很重要的啊。对，你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喜欢的东西，比如你喜欢运动，那我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上一个视频课，那是个瑜伽课，那你的这个瑜伽课是一个英语的，或者是一个西班牙语的，你就把它换成中文的。对，对，有道理。对，就这么简单。然后你的手机，你把它换成中文的，然后对，电脑你也把它改成中文的，就是你的这个环境你自己去改变一下。然后呢，比如像有的人他喜欢那个音乐，那你就听一些中文的歌。像我们现在这个资源，就是说实话，你来不来中国，我觉得只要你给自己创造一个环境，你真的是完全可以有一个中文的环境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就看你愿不愿意去改变。对，我是这样想的。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学生想要找中文老师上课，当然很好，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顶多一个礼拜上2次吧，2小时吧。那其他的时间你不能都不学习中文，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的主题，自学真的很重要。你不能觉得我找到汉语老师，我跟他上课，我中文就会变得很流利。其实这有一点不太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在空闲时间还是要有这个自学的方法，创造出自己自学的方法很重要。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老师上课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和优势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自学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真的是甚至是比这个课更重要。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课它只是给你一个引导的作用，比如你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或者老师他会给你一些这个额外的帮助，给你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然后或者是我觉得老师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给你一些动力，但是你自己课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上课，如果你工作啊，除非你在大学学习嘛，对，因为我知道笨叔他是在大学当老师，像这种学生的话，他的任务就是学习。但是因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工作的，有工作有家庭生活各方面，就是你全都要照顾到，而且你还想学习，这种的是，其实这才是常态。你在大学的这个学生他只是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你一直大学的学生真的不想认真学，他们是很正常，为了拿分啊，为了考试通过啊，其实他们没有那个内在动力的，就其实还挺难教的。对，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已经抽时间来学习的这种人，其实他动力是很强的。他的作业他都本来他可以用电脑打，他都用汉字去写。对，就是动力很强。然后其实需求的话，我觉得这动力是外在的嘛，外在的动力是一部分，但是自己去想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兴趣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兴趣的话，我觉得是也要看人啊，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学习变成一种习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对，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个大叔都是可能也会学一些语言啊，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学习的话，有的时候你不太愿意去做一件事儿，那你把它变成一种习惯的话，你很自然的就去做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想学中文，那你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个计划，就是前期做一些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你上课变成一种习惯，然后自学的这种不同的方法，就是怎么样更好的安排，然后变成一种习惯，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长期去保持这样的学习习惯的。其实安妮老师，我发现有一些学生的学习习惯比较特别啊，这个我想请你帮我评论一下。比如说，有的学生喜欢用单一的材料或 App 来学习，有的同学可能只用多邻国学习。
有的同学可能只喜欢用字卡学习，或者有其他的 App 或者是播客，有人可能只听播客学习。你觉得学生是应该要广而博的去吸收汉语的这个知识，还是说单一这样学习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用一个工具去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你对这个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那有点浪费吧，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像我以前学英语的时候，那我们用的是复读机。对，现在还有 AI 多方便啊！现在对，在资源太多了。对，那个时候就是上网都很困难啊。在大学我们有一个电脑的机房，那个时候，然后对下载一个还要拨接什么的，对这样。对，就现在我想一想，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条件和环境，就是你不好好利用的话，说实话是有一点可惜的。比如像播客，我们没有特别的注意所有的这个中文老师的这个播客，但是我感觉就是感觉初级、中级、高级，哪怕是初中级、中高级的水平，就是资源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富了，对吗？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听力呀，然后你现在有这种各种 APP 啊，就是虽然我本身的话，我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 Duolingo 那个多邻国，好多人他们会用它去学一些字或者是单词呀什么的，汉字啦啊，对。然后你也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找老师啊，跟老师见面，有这种班的课、私人的课，去练习你的表达跟口语。然后呢，你也可以有现在这个什么读一个很短的一个小故事啊，完全是根据就是最简单的，你现在找一个那个 AI 的软件，然后你给它10个词，然后让它给你编一个小故事。对，然后你都能去读一个故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从什么听说读写，甚至是翻译的角度来帮你去练习这个中文。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去多使用这种各种各样的工具。对，这个我同意，广而博啊，因为你都只用单一的工具，我觉得你可能会有很强烈的学习厌倦感啊，所以有时候听，有时候写，有时候读，其实会让你的学习更多样化，让你保持新鲜感，我觉得是蛮好的。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生他有厌倦感，有的这个精疲力竭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都学语言的话，都会有这样，对吧？瓶颈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那这种感觉的话，都是很正常的。那我觉得其实要让这个学习的过程很愉快，我一直都是倡导这样的，就是说，你的动力啊，或者是你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从一个长期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件你喜欢做的事情。从一个人的角度，对吧？你做什么事情，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你真的喜欢，你就去做。然后呢，就是让自己把这个学中文变成一种很高兴的事儿，才能长期的坚持的。对。好玩很重要，好玩真的好玩很重要，很重要。像我看那个 Bryce 那位同学，他就是学了中文3个小时之后，他马上用别的，比如说他学口琴，他马上用不同的兴趣爱好去填补那个时间，他就不会同时间被强大的这个学习压力给压垮了。所以我还有就是他直播的时候是有人跟他互动的，就是他直播的时候，其实他给大家展示他学习的时候啊。别人也被鼓励到，然后他自己反而收到这些反馈之后，然后也想继续去学习，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挺特别的，也不错，对啊，就把自学的过程展示给大家，然后再激励自己，就是做榜样，更多继续下去，对。像他看大叔中文的视频，我就去给他打个招呼，说看到这个名人来访，他很兴奋这样。然后后来又另外一个中文老师董老师又来拜访，哇，他就觉得哇，真的好像被激励的感觉。对，这个很重要。被看到。对，真的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真正的这个实际的这种鼓励啊，比如像有的人他就是要出差呀，或者是跟中国同事工作呀，可能他会有这种直接的这种
鼓励，对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你中文真的现在越来越好了，可以开会了，可以听懂了，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没有这样的优势。那我觉得有这种精神上的支持的话，其实学任何的东西是很难的，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不容易，不容易。对，特别是中文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语言。对，中文感觉就是那个投入跟回报不成正比，有时候觉得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学中文，为什么现在说成这个样子？有的人就像安妮老师说的，他就是输出的时候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年，但是说出来的东西还那么简单，好像一个孩子似的，然后变得特别不自信，然后就更不敢说了。对。你像我的学生就说学中文好像是学2门语言，一个是我同意。对，因为中文的汉字跟它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模式是完全不同的2套系统，书写系统跟那是完全不一样，书面语，口语跟书写系统是2回事，所以他们都会感觉好像要学2种，对，学2种的感觉，对，所以就会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像刚刚安妮老师说的非常重要，怎么样让自己有成就感。比如说你输出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母语者，你觉得你说的很好，或者有一个可以交流的伴，我觉得也很重要。还有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每天自己就是录大概10分钟自言自语，就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他每天都录，然后我发现现在就是这个4年之后，他在看他4年之前的视频，他自己能感觉到自己就是每一天都在进步，在提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我真的是觉得这是好办法，对，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对，我之前也就是想一想，就是说这个提高就是用朗读的这种方法，是真的挺好的。对，我用它去跟我有一些这个香港的学生，因为他们的母语是这个广东话嘛，对吧？对，然后呢，就是他们让我帮他们就是训练这个普通话，那就是其实没办法，就是朗读。必须朗读对，他汉字都不用，什么都认识，就是这个发音。然后呢，就是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训练发音，而且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把它录下来，然后你自己是能够，比如像4年这个哇，好长时间，我觉得就是1个月、2个月，其实都已经很明显了，应该是这样的。对。这个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上私教课也是这样，我会叫学生每一次上课前先录一个大概没有10分钟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久，大概3到5分钟左右，也是类似自言自语，或他遇到了什么生活上的趣事，他可以把它尽量的把它讲出来，然后我也会给他一些反馈，所以我觉得自言自语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你也会知道自己的声调哪里需要修正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蛮好的。当然这个方法比较麻烦，很多人是因为怕麻烦不去采用一些方法，但是其实有一些方法真的是非常高效的是可以去做的，去实行的对，我刚刚听到安妮老师和笨老师其实都提到一点，就是笨老师笨叔我尊重你干什么？你自己把自己逗笑了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很多学生真的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明明感觉好像我已经有中级的水平了，但确实我说出来就是很简单中文。我有一些学生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很难，感觉好像很难说出一些相对深一些的话题，就甚至流畅度都有问题。但是你知道他的听力能力其实还挺好的，甚至阅读能力也挺好的。就想问一下安妮老师有没有遇到这些学生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怎么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确实也有学生有同样的问题。对，我的感觉就是，比如像他在这个听力方面，这个正常嘛，没办法，对吧？就是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的。那你输出的这个东西，你都没有进入到你的这个脑子里，你肯定是说不出来的。那就是也一般的，我的感觉就是你能说出来的东西，也就只有你听懂的一半的那种水平。我大概是这样感觉的。所以呢，就是我最近跟一些学生是怎么训练的呢？我感觉就是但是有的人他不接受，他不能接受。对，为什么呢？就是比如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5级的，咱们说6级或5级的，对吧？一个水平的一个学生，对。然后呢，你给他用一个4级的文章，他肯定会觉得他肯定觉得，哎，对对对，你这个文章太简单了，对吧？那你要是你说，那你看的这篇文章，咱们俩聊聊吧，对吧？然后呢，聊聊这个内容，然后你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又说的没有那么的准确，或者是他想说又说不出来，或者是简单的去回答你的这个问题。那其实他本来是可以说的更完整一些，这个句子的表达会更流畅一些，但是他说不出来。那比如像这种的学生，其实我希望可以在今天的这个播客里边，我能够就是我们的交流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因为确实是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看到的这个问题。但是有的人他觉得我的这个水平越高越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不是觉得你的哪一个级别能够代表你真正的水平，你的真正的水平是你真的是能够自由的去运用啊。所以就是你真正说出来的，你能够比较自然的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这个目的是最重要的。不管它是哪一个级别，就是即使你是2级、3级，你能够日常的交流没有问题，我觉得也是行了，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能够按照我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去练个10次8次的啊。对，就是你其实我不可能说让他去背这篇文章，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以前的这个我自己学英语的时候，其实对我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背很多的东西。对，但是我不是死记硬背，是我真的是模仿他的发音，模仿到几百次以后就自然的记住了。其实就跟小宝宝去学这个语言的时候，他就听了100次，他可能就知道了，他也没有说什么语法呀或者怎么样的，对吧？那我就是跟他说，我说那你就按照我给你的这个回答，我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回答，但是你不能随便跟我说，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已经有的这个词汇，对，你要用这个文章里的这个词汇。哎，对，然后那他就没办法，因为他必须要按照这个文章里的词和语法去用，因为大部分的人难的语法他是不会用的，他会用简单的，他最重要的是想说出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比较高的要求的话，他就会按照这个语法或者是里边比较难一点点的词去用，然后他就变相的去让他重复记忆，就是去背一点点的东西，这样的。对，这个很好的方法。安妮老师用的方法跟我很像，就是一样是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们聊完之后，问他问题非常重要。我觉得问问题是学中文很好、学语言很好的方式。就是你问他问题，但是你期望他用文章里面的句型词汇来回答你，那他表示真的他把这个文章的信息都记入脑中了，这才是真正有学习到。所以安妮老师，我想问你，你刚刚说的是你会希望高水平的学生放下自尊心那种感觉吗？去接受稍微低水平的内容，但是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表达能够赶上他的听力水准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方法还是要先跟学生沟通，要不他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水平退步了呀？对吧？有这样的感觉。哎，对，就是为了练习某一个方面，那你跟他说我们会用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点的方式，这个文章的内容去练这个，去提高你的表达的水平。但是呢，我们阅读呢、听力呢，就是还是很难的。对，在同样的这个水平，可能他能接受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学西班牙语，那或者英语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听力水平是远远高于你的口语表达的，对吗？对，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你把你的学习的经验放到这个教学中的话，其实学生他要是自己也学很多语言，其实他是比较能够自然的去接受的。但是有的人他会觉得，哦，
我不能接受我的水平看这么简单的文章啊什么的，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当老师也不简单，对不对？你要跟学生沟通好。我不是瞧不起你哦，而是因为口语跟听力本来就有一定的落差，所以我们要用比较低水平的材料哦，还要先跟他沟通一下。就上课一定要保护好那个学生的心态、自尊心。对，这个就是当老师也是，就是要有一点心理学很重要。对，很重要的。对，因为一旦让学生感觉你在打击他的自信心的时候，他可能就从此一蹶不振，没有办法很努力的学习了哦。对，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完全是为了兴趣嘛，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对吧？那你说就是你也没有必要就是让他会觉得，哎，对，有这种挫败感。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方面就是完全这个你看简单一点的文章啊，或者是这种的完全不会影响，对，完全不会影响，就只不过练习你不同方面的这个技能嘛，对吧？对，很同意，这个我很同意。然后我想问安妮老师，就是我们现在回到一些中高级水平的学生啊，我觉得很多中高级的水平的学生会遇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学习到了一定的瓶颈之后，他没有办法再提升，就算他加长学习时间，他觉得他进步很少，甚至没有进步，所以他可能心里受到打击。但是这个其实很正常，对不对？我们做汉语老师都知道学生一定会经历过这一段。那安妮老师有没有遇到学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那你要怎么帮助他们呢？怎么去跳脱这个高原期，或者是怎么去重建他挫败的心理呢？我觉得一般这个如果要真到了中高级的话，这个心态应该还算比较乐观的。我觉得都已经到了才可以学那么久。对。到了这个水平的话，一般的这个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了。对，就是对吧？放不下了，就是已经学这么久了，还是继续学下去吧。就没有道理在这儿还放弃，就继续学吧。反正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个我一般会跟学生开玩笑的这个态度啊，我就会觉得我说。其实你应该很高兴，你到了现在的这个感觉了，就是你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我的一般中高级的学生有两种感觉，就是像第一种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好长时间都没有什么进步了，一直都是在什么5级啊这样的这个感觉，一直达不到6级。我说那你要是在1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每个月会有很大很大的进步，那这个说明你的进步空间是很大的。那你到了5级，那就是你的话题、你的词汇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了，对吧？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再难的，就是比如像文化呀，或者是诗歌呀，就是更深的东西了。所以呢，那就是这种，只是说你的这个进步的空间可能在不断的减少，而且呢，就是它跟你的日常的生活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密切的关系了，就是你必须得去学，可能在书本上就是什么更文学的、更专业的一些的东西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一个原因，对吧？那你之前就是初级的时候，你每天用到的都是新的词，那你会发现你的进步很大。其实它是一个心理上的感觉啊，对这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高级的学生也会有，他说：“老师，我在读一个句子的时候，我发现我每一个汉字都认识，对，但是这个句子我就是不懂。”哎，对，是吧？就是中高级的学生，他就经常会说：“我说那恭喜你，你已经到了一个水平。”对，就是心态要放好。但是呢，话说回来，我觉得还是坚持。对，就是你的话题、你的关注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更广一些了，然后达到一定的积累，然后才能有量的积累，才能有质的飞跃嘛，对吧？对，所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更不能就是放弃或不能停下来，至少你应该保持。你保持一段时间，我觉得过了这个坎儿吧，可能就会就会有另一个风景了，对吧？
对，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是无论是老师还是课本，就是其实都是为了中文学习者创作的这些材料，它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个母语者的那个环境，所以感觉就是无论是课本还是老师，都是会去保护好学生，不让他们去接触到那个一下子接触到那个真实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对，比如说可能开始我们想让学生提高那个流利度，让他们可以说出句子，不是一个词一个词或者不知道怎么造句。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为了学生提高流利度，可能就是比如说地上有一个东西，你去拿一下，或者上面有个那么高的地方有个东西，你去拿一下。然后那个东西什么什么，就是基本上我们有更准确的，比如说够一下、减一下，我们不教，可能会让他用拿，为了帮助他把这个句子更顺利的说出来。那久而久之，他学的东西还是很有限，用那些简单词在说，他没有去，他还不可以把那个准确度和复杂度给提高起来，所以可能在这个流利度的基础上，可能自己要多看一些网上的真实世界的一些是的，一些东西。对，这个其实我也是觉得，我当时就是做我的频道的这个初衷啊，就是说出来挺可笑的，就是其实我做这个频道。之前好长时间我都一直在想啊，就是我想做什么什么，我觉得哎，我想把这个做成一个视频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个人总是觉得，哎，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啊，或者就你去做就完了，但是呢，总是会想很多。然后呢，有一个契机，然后我就告诉我一定要去做。就是有一天我的一个中高级的一个学生，他想跟我说，他说把这个窗帘拉开，我说你都已经5、6级了，这个动作竟然不知道怎么说。后来我想一想，我说这个真不能怪学生，因为可能他在看什么新闻、看课本的时候，就真的没有这个情况，对吗？或者是他看一些东西，他也没有遇到这个情况，然后没有注意到，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说。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哎呦，我应该是就是尽量的做一些视频，让这个不管是初级、中级的学生，就是能够比较自然的。更多的去接触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是什么旅行啊、做饭呀、运动啊，就是各个话题。那我觉得就是中高级的这个水平的这个资源会更丰富一些。然后呢，对初中级的还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吧。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开始吧，然后就做了我的这个视频，其实就是很多的都是听起来有点傻啊，就是很多都是这种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笨叔刚才说的什么够一个东西啊，捡一个东西啊什么的，这种就是你在课本上就真的是。那个学不到的，或者是比如像有一天我拍了一个视频，就是我冰箱坏了，然后我就怎么样收拾我这个冰箱。然后呢，我觉得大龙也给我这个反馈，他说这个视频我看了好几十遍呀什么的，就是对，就是很多东西，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你上课。可能你不太会学到的，因为这个上课它毕竟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对吗？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下课以后自学的话，那你可能有这种更多的资源，那你就是它真的是能够帮你去扩展你的这个知识的范围，这样的。对，我觉得非常重要。对，这个其实我挺有感触的。就上回我们做小鲜肉的时候，给他们做那个看图说话。对，你其实说实话，就是很多时候给大家说这个话题，聊话题的时候，反倒还磕磕绊绊也能说。但是你一个看图说话，有动作描述的，我觉得基本上就算你到5、6级都说不出来，不行，完全不知道用哪个词。没有画面的，课本的东西都是文字，然后你也不可能，一般都会给你一个对话或者是一个那个阅读的一个文章，不会说。给你那么多细节，动作上的细节，是的，对，描述这个方面，就是描述一张图片，因为那个就是像这种
那个 HSK 的口语的考试，现在不是就是这个口语的对考试对对必须要有这个口语嘛，对吧？对然后呢，对它就是也是有这个图片的描述。那天我跟我一个学生在讨论，他是要考中级的，就一张图片特别简单，就是一个人他趴在桌子上穿着睡衣睡着了，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图片，让他说2分钟。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不训练的话，就是没有日常的训练，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的人都是说不够2分钟的。就是我在想，我说这个不一定是中级的学生啊，就是中高级的学生，你要把这个图片说够2分钟，也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吧？难，对，母语者的有点难吧，2分钟。所以这个。所以我觉得讲到中文学习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值得讨论的那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学习到达了一个瓶颈，我觉得各位学习者不要觉得挫折，反而要觉得高兴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学到了，就像刚刚安妮老师说的，你已经学到这样的水平，才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你应该要去了解这个语言背后代表的文化、历史，还有人物。故事、传统等等，我觉得这个高原期也代表着你应该要去深入这个国家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传统了所以我觉得语言不只是语言，它也代表着这个文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民族的精髓。所以大家也去思考一下，或许这个高原期代表的是你要去更了解这个国家的所有事物对，各个方面啊，我觉得今天聊的主题非常重要我觉得各位观众或听众也去回想一下，去分析一下你自学的人，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我们刚刚聊到的瓶颈，然后是不是能通过一些不同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水平，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心态、自信心都很重要，所以学习是一个很复杂的旅程，对不对？那希望大家在这个旅程还是开心，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好，今天我还有一点就是，就是我想补充，就是很多同学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觉得我跟其他的学生一样，我们在同一个起跑线，然后可能不相信这个人他3个月或者1年就可以自学中文，学会中文，但是只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不够，因为比如说大龙和我们刚才说的。叫什么 Bryce 他们看大树中文，但是他们看大树中文每天他们可能看8个小时，或者看好长时间，然后自己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不同的学习方法。所以如果你只关注别人在这些时间取得的那个成绩的话，你肯定自己会影响自己的心态。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你喜欢的东西跟他喜欢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对，别人适用于别人的方法可能不适用于你，所以一定要找到你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方法，然后和你最感兴趣的内容。就是如果没有老师，没有别人去保护你的心态，你自己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觉得一定要够强，是最重要。对，内心要够强大，内核一定要强大。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学习的过程要开心。对，不要给自己过大的压力或过大的挫败感，开心最重要。因为你学语言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广更远的世界，那抱着开心乐观的心态很重要。比如大龙，你就不要总跟何为比，大龙总说那会不开心，会不开心真的会不能比较，不能比较，自己是最好的。对，就是我们不要跟他人比较，我们跟自己比就好了不用去硬去跟别人比较。好，那今天很高兴请到安妮老师，哇，我们都获益良多真的，我觉得收获满满。每一次邀请你们这些专业的汉语老师来，我就会觉得哇，自己有很多还要学习的。互相学习，真的是互相学习。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老师都是有自己不同的风格，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分享这种的都是很重要的。对。最后，安妮老师给你一点时间介绍一下你的频道都做什么样的视频吧，这样同学们如果喜欢安妮老师可以你有哪些频道去关注一下平台。对，
好的，那我自己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的频道叫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那主要呢，它就是为了初中级的这个学生。那其实我在我的频道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视频都是有点像这个讲故事，然后呢也是用一些这个小的图片呀去讲一个故事。那我就是为了其实很多的视频的目的是为了训练我自己的学生，怎么样让他们去更好的练习这个表达。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我的这个视频，它是比较简单的啊，但是呢，大家可以用我的这个视频可能去模仿一些语音的练习呀，去听这个故事，然后练习表达这个故事，这样的都是可以的。那最近我也刚刚开始我跟我的好朋友的一个播客，那是属于中高级的，有点像就是大叔中文的，对，但是我们是两个女孩子，对，叫听俩北京姑娘闲聊，两个北京姑娘，听俩北京姑娘，听俩北京姑娘，听俩啊，对，就是也是我们会每周有一个视频，就是聊一些话题，对，就是社会方面的话题，大家的关心的热点问题啊等等，就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有比较强的表达欲，然后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对，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也感谢大家多多支持。这个一定要关注起来，我都有点。所以各位同学，等一下播客完了要去关注哦，油管要关注。看腻了3位大叔的脸，就可以听俩换一换口味，舒服一下，看美丽的2位姑娘啊。没有，刚刚开始，就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对，都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我觉得。没有，我跟大龙也是说，当时他说啊，我要介绍那个大叔中文，我说不行，他们太有名了，我们这个都是小频道，没有这样的。他说没问题，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互相学习。对，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广大的中文学习者受益了，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中文资源，然后。就是在这个进入到母语者环境之前，有这么多老师能够就是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对，每一个阶段都保驾护航，陪着你们。对，这个行业真的是越来越好，因为我感觉就是之前我看到就是有一些西语啊、英语的，就是感觉哎呦他们的那个视频资源，好像有个 community 的那种感觉。对，特别多。然后呢，就感觉中文的好像有一点点的可怜呢。我觉得现在感觉越来越多，对，就很好。对，而且应该有个学生做个网站，把我们都汇越来越多了。对，可以考虑一下。所以我们中文老师要团结，要加油。这个真的是每个老师有不同的风格，我觉得大家就是互相学习、互相借鉴，这样的我觉得很重要。对，各位中文学习者，你们是中级水平的学生吗？想跟2位大叔每天一起学中文吗？欢迎加入大叔小站的会员，我们有 Daily Word、Daily Shorty， 还有 EPUB 电子书，还有各种主题的视频，包括 Easy Story、成语话题、日常话题、中国话题、人生话题、心理话题。赶紧加入我们的会员吧。OK， 那今天呢，感谢安妮老师，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邀请她来，然后问一些八卦一点的问题。吃瓜啊！可以，今天太专业了是吗？今天太专业了，不过也很好，主题也很棒啊。下回可以让安妮老师聊一下一些热点问题。所以大家喜欢安妮老师，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把他再邀请过来，再采访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好 ，OK， 那我们就跟各位同学们说再见喽，拜拜，感谢收听，谢谢老师，拜拜。